洋洋，杨警官来找你。他来做什么？还嫌事不够多。阿兄，你告诉他我很忙。看来是真的很忙啊。怎么聊？蜀红丝正在染制，杨警官未免督促的也太勤快了吧？毕竟是共锦染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那您看看这蜀红，可是你想的那蜀红？我去拜访过于掌柜了，村子里的事我都知道了。哦，白胜我也查过了。哦，哦，他可是个精明的商人，来历不明，不知所图。这我知道。但是这益州城一大半的商人，哪个没点城府，没有危险呢？起码他不怕牛家，也不怕赵家。若有必要，与其选择盘根错节者，不如把这个新入局的拉到自己这边。既既已无路，何妨一搏？是这么个理。季莹莹，我不是想阻你行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那样一个不知底细的地方，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你就不能喊上你的盟友，陪你一起，这很难吗？当初是谁口口声声的啊，叫我给他托底的？你凶什么？之前赵修元也说过会一辈子站在我这边，可是结果呢？我与他青梅竹马，尚且如此。我不是疑你，我只是习惯了。不能握在自己手中的都不敢依靠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，让自己强大的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
怎么了？我还要继续染丝，你先回吧。大兄，我想到一个锦上添花的好法子。什么好法子？夫君，出去。夫君，我亲自下厨熬的参汤。夫君近几日辛苦了，喝了汤，同我回屋歇息吧。夫君，成婚这么些时日，你夜夜宿在书房，都不肯碰我一下，这赵家上下可都看在眼里了。你会介意别人怎么看你吗？你我为何成婚？这赵家上下谁人不知啊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。我只想夫妻和睦，如今也成了算计吗？你是何等人呢？会想夫妻和睦？你不过就是想怀上我的孩子，之后我便没用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掌控我赵家上下。夫君是在设计新的贡锦纹样吗？赵家以往的不行吗？还是夫君想学姬莺莺，一鸣惊人，为长安看重，为节度使看重，以后便不必再仰仗我牛家权势。听说郎君前几日与季娘子送了消息，余家便是郎君刻意排挤，送给季娘子的吧？如果我阿爷知道郎君是如此两面三刀之人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他最近应该没有心情去听一个屡战屡败的女儿胡说八道。赵平，郎君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我的房间，否则打死无论。是。郎君好大的气魄。没有你牛五娘，
我赵家照样给牛将去肢解，但没有我赵修元。你赵二夫人毫无价值，孰轻孰重，你比我清楚。9年以来，这双手从未停歇。既然技艺不减当年呐，我于家织锦坊恭候季郎君。多谢于掌柜。于掌柜，我今日来还有另一件事。这何穗锦虽然历史悠久，古朴醇厚，可是时人多求新，光靠上面的纹样怕是不足以吸引人。我想在不改变原有花纹的情况下，增加其生动性和光泽感。譬如通过丝线的颜色调整，或是纹路重构，使其流光溢彩，织出一幅何穗流波锦。何穗流波锦，金色何穗，随风起伏涤荡，卷起万千岛了。锦娘子，这锦的明暗光泽，一般来说，取决于丝线的光泽、颜色的配比、织法的组合而决定的。若要尤为突出这波纹流动之感，那在技法和颜色配比上就要推陈出新。当然，其难度呢，不亚于研发一种新锦呢。如今，这何穗锦的花本，我还尚未还原出来，你又要我织出波光粼粼之感，真是难上加难呐。我阿兄昨日也这样说，但是茵茵认为，我们既然要织，那何不把它做到最好呢？配色我可以帮得上忙，纹路我们可以借鉴蜀绣技艺，但是在织法上还得请您还有师傅们多多研究了。锦娘子，这研究何穗流波锦呢，它不只是技法上的问题。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没有钱就没法织锦。锦娘子，一种技法的研发，初期就要投入许多钱帛的。可于家和飞花会，我之前送过去的不够吗？感谢季娘子的资助，才保证我于家的工人和织机。可是，要研究新锦，需要多少？至少90贯。于掌柜，您与我阿兄只管负责研究如何织，钱的事情。钱，别要钱有钱，要长相有长相，那他凭什么不喜欢爷啊？是3国酒。季娘子，您接着说。钱的事情我来想法子。法子，他不喜欢爷，爷有什么法子呀？爷也不长得身上。于掌柜，看来我得好好的去安慰一下我们的名誉会长了。失礼了。爷都想，就算是阿爷打死爷，爷也要去人家入赘。闭嘴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爷就说，爷就说，爷还。你敢泼爷？你别以为爷不打女人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我。泼的就是你，你在这儿鬼哭狼嚎，若流言传出去，你让平儿以后怎么做人？也没想那么多呀。那你想什么？爷就想成为平儿喜欢那样，能跟他一起
同甘共苦、并肩作战的郎君。啊，可爷不是那种人啊，怎么办呢，莹莹？你先别管平儿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你先想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做个人啊，做个堂堂正正、有事可做、有钱可赚、有人尊重的正经男人。那是做什么呀？要跟你们一起染丝吗？爷爷不会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，我这儿正好有一件适合你的事。什么事？赚钱。这季娘子倒是想了个好主意，可这些人不是怕得罪牛景，不敢买飞花会的丝吗？这几年，他们敢买？大锦湖背后谁家没有靠山呢？为了几筐丝得罪牛景，的确不值。但是锦就不同了，重利之下必有勇夫，便是不买，也得过去看看。爷知道爷很潇洒，你也没必要这么看着爷呀。你这个人啊，看似肆意不羁，其实呢，还挺通人情世故的。逆死！走吧，看看热闹去。老夫。白郎君，这边请。还有包间吗？他有。看来新娘子是不欢迎我。季娘子亲自相迎，白某愧不敢当啊。嗨，你有钱，当得起。杨警官，这边请。我要包间。杨警官，诸葛郎君，快请坐，这是我们自己人的位置。你再说一遍。做还是不做？做。自己人。白郎君，这边。自己人。您慢用。玉掌柜。杨夫人。怎么了？我是开酒楼的，他是来赴宴的，都是来赚钱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在。坐坐。长见识了吧？我们属地的女子，脾气各有不同，一个不小心惹她生气，那可就不好哄了。季娘子，生意兴。各位益州的同行，大家安好。各位都已知晓，我飞花会和余家将要联合研制一款新锦。众所周知，新锦问世，定然大卖。今日我邀各位掌柜前来，拍的不是这新锦本身，而是新锦意味着高额盈利，拍成者便可得这新锦2/10的分利。也就是说，若每卖出1匹锦得利10贯，那拍主便可得2贯分利。新锦未成，因此今日我向大家展现的是这锦的纹样，大家请看。在益州城外有一处名为古北村的地方，世代信奉祭神。这麦穗纹锦是村中的信仰。何穗
是祭神的恩赐，让众生有粮可饱；蚕丝是雷祖的造福，让众生有衣御寒。而这井上流动的波纹，是光，是水，是风，是上天与我们的恩赐。20贯起拍，竞拍开始。怎么无人竞拍啊？他们大概是在担心研制不出来吧。诸葛郎君，我们飞花会是绝对不会骗人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些钱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过是9牛1毛，他们不是不信，只是没人想当着第一个出头的。你不会要拍吧？这警官要是拍了假，谁还敢出价啊？我没钱，捧个人场。哎，这方锦既有悠远传承，亦有新意，本官很是喜欢。不如季娘子把这方锦交于我，我来帮季娘子请节度使慷慨解囊，如何？杨警官，这点小事就不用劳烦节度使了吧？待锦织成了，再献给节帅也不迟。诸位一直不拍，这锦何时能够织成啊？不如这样吧，季娘子，若第一个喊价之人最终能够拍得此锦，你可以与他什么好处啊？那便减1贯钱。若没有拍成，第一位喊价的客人若日后想要与飞花会订丝，那第一笔订单亦可折价1成。拍不成也有好处，那我出价21贯。21贯，诸位可有再加价的吗？主任，这锦若是被赵家所拍，恐怕再也没有问世之日了呀。再等等吧。季娘子，价高者得，该落锤了。60贯。金娘子，那人不懂锦，也不知道这仙锦的价值，我愿出60贯。拆自家夫人的台，帮别的女子抬价，夫君做事当真别具一格呀。不如夫人。赵家主，赵二夫人，我记得今日没有给2位送过拍卖会的请柬啊。我们慕名而来，怎么，我夫君拍了这锦，季娘子想要不认账吗？2位之前不在，自然也没听我介绍。这锦寄托着古村的信仰，古村世代信奉祭神。在拍卖会之前，村里的李正还特意算过一卦，敬沾兵戈之人。所以我未请2位，2位也不能拍，抱歉。什么时候野村的习俗也需要锦王去遵守啊？诸位可还记得这1周锦业是以谁为首啊？
此事我已向警官府呈报。本官总知道锦王与锦王夫人守一守这规矩。实在是天意难违，王法难违，不愿将这锦交给二位。好，那我倒要看一看，这天意王法想要这锦落入谁的手中。好，那我就让赵二夫人好好看看。请帘幕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英英也曾料想诸位不愿大张旗鼓，所以早早地做了布置。每个房间各有一个号牌，一根丝线，对应台上的铃铛。铃铛属于谁，只有各位及飞花会知晓，绝不外泄。诸位若想竞价，牵动手中丝线，铃铛一响，则表示加价无冠。各位，竞拍继续。弟子1号，80贯。这弟子1号似乎也志在必得呀。哎呀，白某愿出90贯。杨家95贯，白某100贯。100贯依次。100贯，绰绰有余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
侧3推了。100贯2次。弟子1号105贯。多亏爷这好点子吧，但是你们都不懂人心。弟子1号105贯，可还有要加价的？105贯1次。105贯2次。不应该呀！爷叱咤赌场这么多年，分明看出白胜那小子实在比他。这个事情要搞砸了，英英会杀了我们的。你的。白郎君，还要加价吗？白某觉得，还是不要夺人所好的好啊。季娘子，您请吧。弟子1号105贯3次。成交。13、14吧。逆子。其实季娘子不用这么客气，白某只是替季娘子叫了2口价而已。弟子1号。真是没想到啊，季娘子如此坦诚。白郎君早已看穿，我又何必隐瞒？说来这何遂刘波锦与白郎君还有几分缘分，不知白郎君可愿意出资？白某倒是觉得这杨家出价不菲呀，季娘子为何要选择白某啊？杨家规矩太多了，花本未成，这磨合起来太费劲了。如果白某没有猜错的话，杨家之所以会拒绝季娘子，是因为明面上没有拍成，但最终却得到了景，就会背上一个暗中抢夺匿名买家拍品的名声。这个名声可真是不好听啊！不过，白某的名声，在季娘子眼里也是不值一提的。白郎君哪里的话？白某还好奇，你是为何如此笃定我会答应你的呢？白郎君向来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既然早料到我要说什么，若无兴致，又为何会来？好，钱我可以给，但是白某有白某的规矩。白郎君请讲。第一，3个月之内必见新景。好。第二，景样是怎么想的，怎么编织的，白某都得知道。第三，
白某要去余家警房监工。余家警房不是季家，不是飞花会，我做不了主，这还须得向余掌柜。可以。余掌柜，余掌柜， 100贯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织锦只能看，不能插手。全听余掌柜安排。那祝两位言志顺遂。咱们蜀地向来以红丝为贵，季伯父的蜀红丝更是声名斐然。季娘子染了这么多丝，怎么偏偏不染红啊？我想染什么就染什么。杨郎君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那边就是大门了，请。哟，今日来府上做客的人还真不少啊。怎么是他呀？我也不知啊。啊，英英，还不过来跟赵家伯母问好？哎，伯母好。 虽说季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也没有自家女儿天天往外跑的道理。整日在外抛头露面不算，还把外男往家里带，传扬出去，损了小娘子的清誉事小，你季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伯母误会了，他是来找阿兄做生意的，我就是恰巧遇上。是。我也不过是提醒。 您若觉得无碍，便不必在意。只怕哪一日真做出伤风败俗的事儿来，夫人再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赵夫人说的是，虽然这次是巧合，但是那些拎不清的人难免要瞎说。我一定会好好管教管教，连巧合都不能有。但是我相信。 像夫人这般心明眼亮的，是肯定不会误会的。来，夫人这边请。原来季娘子也会有温顺乖巧的时候啊。也让你进门了，英英也算履行承诺了。要不你还是去别家寻杯热茶喝吧。季夫人，晚辈告退。 田儿，哎，站住！阿娘，我错了。阿娘，你别过来！阿娘，给我过来！季英英，季英英，你别动手！季英英，你别跑！啊！哎，你快过来！那个外男谁啊？阿娘，那是杨三郎君，他是来跟咱们家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，真的吗？嗯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管事儿了就能骗我呀？就刚才他那身衣裳，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，轮得到跟咱们家做生意吗？他是来打探蜀红丝的。蜀红丝？又是蜀红丝。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人还不消停。呀，来的都挺早啊！哎，桑长史真的答应张贴告示禁止抢占地盘了吗？哼，那还不是爷的功劳？都什么时辰了？ 要贴早该贴了，你阿爷不会跟你一样靠不住吧？我阿爷，那是堂堂长史，堂堂国丈，还靠不住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爷靠不住？告诉你，跟名誉会长说话客气点。哎，那我也告诉你，这事儿你要办成了，以后我见你一次，我就给你行一个大礼。哎。 哎，阿爷！哎，长史，你快把告示贴出来给他们看看。他们你在这添什么乱啊？你给我回去！桑长史，
如今浣花溪边纷乱不止，您可有决断？这个事啊，现在不归我管了。啊？不归您管了？说来也巧了，我只是暂代警官一职，新警官的调令早就送来了，可都1个多月了，他迟迟不来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不敢来呀？你们都知道，上一任沈警官来了没2年，突然就病死了。上任张警官坠马死了，这再上任桑长史，我们这些小私户全靠这营生糊口，事关重大，那不知现在这个事情是归谁管辖呢？对呀，阿姨，你说重点，说重点，闭嘴！昨天呢，是新警官上任限期的最后一天，都以为他不来了，可谁想到，快散班的时候，新警官带着告申来上任了，我自然就退任。从此以后，长史是长史，警官是警官，这事务啊，你们得找他。早不上任，晚不上任，偏偏昨个上任。对呀，也不知这新警官为人如何。你们见了就知道。啊，什么新警官？谁？我看看谁啊！我看看谁！给我动手！开门！出来！来，我看看。哎，闭嘴！哎呀，动手！放心，我有办法啊！哎，行了，桑长史，您态度骤变，怕不只是因为新警官吧？这是军中的戒律，咱们这是得罪何人了？井夜水深，季娘子量力而行。英英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都听你的，为了避免被花掌柜赶尽杀绝，都想了法子接了别家的订单。这要是洗不了丝，按时交不了货，也不知道要赔多少钱。民女季莺莺求见新任警官，事关景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民女季莺莺求见新任警官，事关景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张警官，小的虽然跟王家是姻亲，但是王家真的没有偷税呀！不信你看账簿贬值。我说，李家之所以能得浣花溪占有一席之地，是因为他们家家大业大，一理不仁。哎呦！锦绣阁的王掌柜每逢初一就跑到对面铺子偷偷放屁，赵家老太爷为了得娶我，8年不洗脚。这有啊！哎呦！门口的人不见。我认为从今日起啊，本警官谁也不见，在最重要的时候出场，才最有力度。换一批吧。就那个大胡子。是。事关景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别喊了，咱们都喊多长时间了，还不给开？摆明了就是不想见我们嘛。你别太担心啊，既然都是一些大人户家的订单，他们肯定有细死的地方啊。我去找他们商量商量，看他们能不能借给我们用。花掌柜没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事上，你们说谁最与我们对立？花掌柜。可是今日他一个仆从都没有来探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已经知道今日结果，甚至大概已经堵死了我们所有的后路。花掌柜有这么厉害？他能在浣花溪称霸10数年，靠的绝不只是泼辣蛮横。我从未小瞧过他。嫣嫣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你家出事了！
诸位送走了几任警官了，这警官府的事务嘛，肯定比我熟练。日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啊！小队员忠于杨警官，为您效犬马之劳。我不需要你们效忠于我，但是我不让做的事，如果你们敢做了，我敢肯定，你们会比我先从这里消失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有我这个警官的身份，暂时不想与外人知道。是。诸位也都看到了，我这个人呢，胆小，怕死，偏偏警官这个位置还拢死人。我想大家在位多年，定是知道前几任警官都做了些什么，还劳烦诸位把它都写下来，事无巨细，我也好引以为戒。杨警官，那这么多怎么写得完啊？要不上去写？不，小队不写，这就写，我写。给我一张！我们家就这一台制机了，不能搬呀，不能搬呀！住手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，季家小娘子？票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10年之内偿还结清。如今时限未到，花掌柜就上门私掠财物，是何道理？10年之内结清，那是你与上一任债主的约定，不是与我。债务承接转让，既说不变，现约亦不得更改。就是现约，哪个律法规定不能更改？你出去问一问，哪一个你上任的债主愿意出来替你作证？我在这等着。花掌柜既然这么说，怕是那些人早就被你说服了。就是好，我们不提现约，说债务。我们未说不还，也并非没有还的能力。如今你直接闯进我家搬东西抵债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那我们就来谈谈规矩。这是以往对西边抢地盘事件申诉的文书，这几本是几家大的染户每年上交来的账册，产量颇多，出丝的种类繁多。繁多有问题吗？昔日锦王季归南京城所制，多年来染成了曙红丝一色，后辈更是追之莫及。蜀锦业任何技艺的专精都非一日之功，而现在几家大的染户，譬如花家，家中招牌丝线10余种。虽然说比不上蜀红，但也是不合常理了。这百家争鸣，怎么就争到他一家去了？还有，这花家长久以来是靠欺压吞并小户来扩张的。当年季家因为季归南获罪，欠债无数，而现在那张欠条便在花掌柜手中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季家便是花掌柜想要吞并的下一户。这大概也就是季娘子着急反击的原因。如果能在这件事情上帮他一把的话，或许能跟季家更近一步。我认为你们并无还债之能力，你们这些染坊平素里就靠我手上漏的单子过活。现在我懒得发这个善心了。你们接一些拼拼凑凑的单子，也没有地方洗丝，挣不上钱不说，到了10日交不上货，还得双倍赔偿。与其等你们赔光了给别人，还不上我，不如我今日上门来收账。实不相瞒，我今天就是让你们季家用资产抵债，资产不够，未来你还要做我的仆人，做工抵债才是。即便是资产抵债，那也是要先行告知，满期不还才执行。那好，那我就看看季小娘子这1个月内还不还得上钱。还上之前，我是不是可以按照原契约收取利息？你有钱还吗？那就搬吧。都不许搬！我看谁搬得高！给我放下！放你身上吧！怎么了？你们在这儿仗着人多，跟我玩撒泼的把戏？我可不是你原来那些旧债主，随随便便就打发了。即便是抵债，那用什么抵也是我说了算。贵叔，
把染房的生丝、染料全搬出来，给花掌柜抵债。娘子，都给了他们，咱们还怎么染丝？到时候交不了丝。那是我阿兄的知己，不能给。没什么不能给的。给他们吧。阿兄，我相信来日，我们定能够将它赎回来。那好，那这1个月的利息我就先收下了。希望我下个月上门的时候，季娘子你已经凑足了钱，不然你们就等着当我的奴仆吧。花掌柜放心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让开！哎，阿娘，哎，我早上送阿娘去姨母家了，她会在班郡待一段时日。你说的无事便是无事，若是有事便送阿娘出去走走。你要对付花掌柜，怎么可能无事？我早料到他可能会提前上门要债，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趁人之危，让我们与他为奴。家里还有些东西，便真是要抵债，也够了，不至于为奴。我们要是再把东西给他们，我们就又一无所有了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平儿，跟我来。咱们是来做什么的？重复一遍。重现蜀红司，探查命案真相，整顿一州锦业。所以，散花楼的太白鸭该收了。啊？飞将，走后门。啊？亥12更，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怎么样，像不像丧家的人？像，就是有点怪。怪？怪喜庆的。这就对了。你就没有想过找赵郎君帮忙？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懂我、尊重我，他能令我欢喜，不是因为他能帮我。我阿爷在世时，所有人都对我笑脸相迎，但是我家里出事以后，却鲜少有人伸出援手。我便知道，人可以寻求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但是不能只靠别人的帮助。只有自己才永远不会辜负自己。我们平儿当然不一样啦，她一定会找到一个可靠的如意郎君。可以信赖和依靠一个人，多幸福啊！只是我可能做不到，我只信我自己这双手。就在这里等我。什么事儿啊？丧长史有东西落在府衙了，特遣小人来取。落下什么东西了？我们帮长史送回去便是。丧长史派我深夜前来，那东西自是不足为外人道。二位若是做不了主，不如禀报新警官，定夺一二。警官不在，不在那便更好了呀，就该二位赚丧长史这个人情。回去我就给丧长史说，这是二位的通融。不要命了！劳烦您回去转告丧长史，并不是我们不通融，实在是新警官有令，谁都不能进来。您明儿再来吧。别呀，丧长史要的着急，二位通融通融。二位，我今日本也没
没打算一定能进去。投石问路，也不算毫无收获。那些侍卫从来贪财怕事儿，刚刚我以桑长史的名义求见，我还塞了钱，都毫无效果，说明这个新警官要么对他们许以重礼，要么动以酷刑，绝非简单任务。那岂不是糟了？不简单，但有所求就能谈判，能交易。可是，警官敢管那些大染户？只要价格合适，这生意就有的做。咱们去后门的，走。哎，你这衣服像我了。好，先换衣服。这回爷就不信熏不出来的，这回爷就不信他熏不出来。34郎，哎，自己人。季莹莹，你吓爷一跳。你也来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正如你所料，其他染户都不肯借地方给我们洗尸。我去你家找你，你又不在。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他，他说他有办法派我们见警官。爷可是翻墙出来帮你们的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这就是你的法子。他不出来，爷就给他熏出来，怎么样？聪明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警官不简单，你别请就完都走。他再不简单能怎么着啊？还能打爷不成？他要是跟你阿爷告状呢？他跟我阿爷告状，告状，那可这法子真不行啊！真不行！灭火呀，灭火！别火！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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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！那边，什么人竟敢在警官府外放火？我们没有放火，我们是救火。对，我们恰巧路过。路过。人可有事啊？多谢警官，我等无碍。无碍就好，走吧。啊。正走。爷就说这办法有用吗？哎呀，这么说，你们是冲着我来的？不，他的意思是，您万幸出巡，未被火势波及。好，那这么说，本警官可还要谢谢你们了。不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呀，这儿有火没扑灭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花眼了吗？怎么看见英英突然被轿子吞进去了？梁三郎，你就是那个新警官？今年生丝造价几何？染制靛青色需要几种染料？一匹团花锦。怎么不问了？警官不一定都懂锦，对吧？反正死的都很快。杨警官龙章凤姿，定会长命百岁。继续。啊？你不是来拍本警官的马屁的吗？杨警官，您说笑了，英英是真心的。毕竟您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，明察秋毫，好不手软，软硬不吃，吃喝玩乐，乐极生悲。季娘子言不由衷啊！你这一把火都烧到我警官府上来了，不会就是为了这么几句风尘话的吧？民女心中所求，杨警官心知肚明。与我有什么好处？您是警官，但不露面儿，那说明定有自己的私了。可是英英的嘴向来不严，万一说漏了嘴，还请您见谅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敢，告辞。哎，杨警官是想让我现在便喊出来吗？你喊吧。我若遇到什么不顺心意的事，那浣花溪的事我可就管不了了。
你。时间再久些，清白可就保不住了。外面那3个既然这么喜欢烟熏火燎的，把人给我带到西边，让他们把那堆树枝给我烧完，烧不完不许走。我说的是里面那个。嗯。哦。今日没喝成汤，本官要亲手做汤。季娘子既然这么喜欢玩火，那咱们就把她带到后厨，让她替我烧水、添柴、熬汤。劈死你！劈死你个高官！劈死你个高官！骂谁呢？我骂狗官呢，我又没骂你。你是狗官啊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好好的一个警官府，被你搞得是一片狼藉。蜀锦业也一片狼藉，也没见您管管呀。有钱赚的地方，就会有贪婪之人。这贪婪之人多了，自然就会一片狼藉。这不是一时一日便能整顿得好的。你只知道急着添柴，当然会把自己弄得一身狼狈啊。杨警官可听过“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”。你若想走出困境，是该添柴猛火啊，还是该钻研真东西？蜀红一出，千红哭啊！蜀红锦早随家父一同入土了。皇后有一件蜀红贡锦做的衣衫，无意间被损毁了。若是蜀红再现，重做衣衫，无论什么样的冤屈，或许都能够昭雪啊。民女听不懂杨警官在说什么。若是想问蜀红，季家早已染不出蜀红丝了。蜀红丝可以不在，但公道不能不在。这话好耳熟啊！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什么？抱歉啊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民女只管过民女的太平日子，公道自有当官的去管。”那你也要有心啊！光靠他一个人，他能做什么？那便要杨警官前仆后继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想想如何解决民女眼下的危机吧。在季娘子眼中，当真便只有眼下得失吗？放这么多柴怎么点火啊？行了，别做了，回去吧。告辞。季娘子慢走。好，这就得给你留着啊！都当女王。
杨警官，季娘子她又来了。本官暂时不想见她，让她回去吧。她说您要是不见的话，她就不走了。而且警官府门口还围了很多百姓，她又在那儿哭哭啼啼的。此事若是让不知原委的人传了出去，怕是会对您不利啊。你说，她哭了？是。让她进来吧。在下权衡利弊，擅自做主，已将她带了进来。带进来了？人呢？在门口候着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快过来帮我穿衣服。好。不行。杨警官，在下告退。民女见过杨警官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民女来给杨警官赔罪。你犯了什么罪啊？你以为你哭了，本官就会心软吗？本官不吃这套。浣花溪是三道堰的换丝之地，之前各家换丝都各安其分，互不打扰。如今却被大户强占，连夜间也不让我们换丝。民女实在是走投无路，还请杨警官做主。桑长史都管不了的事儿，我区区一个警官，我管得了吗？杨警官年少有为，自是果敢无畏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桑长史年纪老迈，欺软怕硬？这是您自己说的。英英眼中只有您的英勇，瞧不见别人。这句话真是好听。一会儿不见，季娘子这说话大有长进啊。不过，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呀？要是有人能给我打个扇就好了。我来。打了吗？怎么没风啊？头有点凉，脚又凉了，怎么不打了？杨静兰，恳求杨警官为民女做主。你求我？你求我，我便会帮你吗？当日西边，您虽戏弄我，但也降住了金马。在我家门口，亦是您配合我，才糊弄走了桑十四郎。杨警官虽不喜民女，但却有仁善之心。我愿长跪于此，赌杨警官愿意垂怜。怎么一开始不赌啊？我舍不得我的骨头。不容易。总算是说了句实话。不过，你看错人了，本官没有心，只有唯利是图。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是，所以除了诚意，我还有交易。上任沈警官告诉民女，若下一任警官是个好官，那便把他留下的那句话告知对方。季娘子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买卖吗？
本来想谈交情，您不是不肯吗？原来您早想好了。哎呀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嘿嘿。金娘子，你对官府多些信任。无论我是什么目的，既然这官我当上了，该做的事，杨某必然会做。从今往后，浣花溪为蜀锦人家共用，浣丝自有，任何人不得霸占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杨警官为民做主，益州百姓定会记住您的好。只是您有所不知，这益州警户盘龙卧虎，哪一家不是树大根深？您初来乍到，怕是少不了遇上刺头出来阻碍法令推行。民女担心您的威严有损。哎呦，你怎么提之前不说啊？民女也是刚刚才想到的。警官到！原来他就是警官，那不中意。鄙人杨俊兰，是这益州城新到任的警官。怎么，不信？哎呀，没想到杨三郎便是新晋的警官。花郎君，这是在春游吗？杨警官说笑了。来人呐，再给杨警官置办一套案席。不必了。本官分明记得，我下的告示是说，这浣花溪畔除了喜司的染户之外，其余人等不得停留。怎么？是本官记错了，还是你花郎君的脸面格外大，不把本官的话放在心上？杨警官，瞧您说的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跟官府作对。来，您看着，哎呀，我不是正在洗丝吗？虽然这丝是少了一点，但不算坏了您的规矩。嗯，洗丝而已。可依我看，你这么大的阵仗，便是在候着本官的吧？杨警官在外多年，想必对益州的风物不甚熟悉。不过，请您放心，我们花家在当地那是出了名的良善，定可以帮您尽快的了解民情。他狂任他狂，我是小绵羊；他刚任他刚，我是木头桩啊。花郎君有所不知，杨某人从小性子急躁，家师为了让我修身养性，便嘱托了这么几句话，说让我忍不住的时候，便要咏诵几遍。杨警官的恩师那是得道高人啊，说的话一定有道理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，你可知道这最后一句是什么吗？嗯？小人愚笨，还请杨警官赐教。嗯。他若再张狂啊，送他戒严了啊！诸位，杨某人第一次做官，不懂这做官的门道，但也知道令行禁止，言出法随。
从今往后，我说一，任何人不得说二。若再有人阳奉阴违，且看是他的舌头利，还是本官的拳头硬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我们都听杨警官的。杨警官，我也听清楚了。能不能让我先上来冷啊？花郎君既然这么喜欢这里，我就顺了你的意，你就在这水里给我待到晚上，少1个时辰都不行。就是脏了浣花溪的水。金娘子，我答应你的事我做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沈警官说的话都在这上头，杨警官您慢慢看。美女告退了。为民请命，好好做官。